伙子有干劲儿，本财神就赐你一双财富眼，知晓万物未来价值，发财就是顺手的事儿。张姐，欠老子的5万块钱该还了吧？黄哥，您再宽限我几天，只要我一找到工作赚钱了，我就把……老子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5天内凑不够钱，等着收拾吧！哼，走。财神爷啊，我次次找工作都不顺利，求您让我赚到钱吧，让我做什么都愿意。小伙子有干劲儿，本财神就赐你一双财富眼，知晓万物未来价值，发财就是顺手的事儿。真的有财神爷，财富眼？泡面现价3元一桶，1天后降价至2.2元一桶。骗人的吧？我能看到物品的未来价格了。矿泉水今日18点后价格升至2.5元一瓶。如果今晚矿泉水真的涨价了，那就说明我眼睛真的能看到物品的未来价格。如果真是这样，我不仅能还清债务，我还能咸鱼翻身。现在是晚上7点，我看到的是晚上6点号矿泉水的价格会从2块涨到2块5，现在就是验证我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是未来物品价格的时候了。老板，来瓶矿泉水，多少钱2块5。2块5。你要是嫌贵，要么换别的饮料，要么就再等等，说不定过2天它就降价了。没嫌贵，就要这个。啊。是真的，我真的获得了财神爷给的财富眼，能看到物品的未来价格。有了这个能力，投资岂不是要赚翻了？兰州小芒果现价3元一斤，2天后价格飙升至28元一斤。2天后芒果28元一斤，我现在有5000块，2天后就是18000，翻了2倍多。天气预警，南州要刮台风，难怪芒果会涨价。这地方的芒果占本地市场70%以上，台风一刮，货源肯定断了。2天后涨价，那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哎，老板，你这芒果怎么样？甜不甜？甜，我这儿有刚剥好的，你尝尝，不甜不要钱。好甜！刚刚还担心到时候卖不出去，这下完全不用担心了。老板，你这芒果还有多少啊？我全要了。全要了。小伙子，我这冷藏仓库里最少还有60箱，每箱有30斤呢。你确定全要？对，我全要了。好，看你买这么多，我给你算5000。好，谢谢老板。来，我先给你付2000定金，芒果就放到你的仓库，过2天我去拉，再给你付剩下的3000。行。到时候芒果28元一斤，如果能全卖出去，那我至少能赚5万。南州小台芒，来看一看啊，包甜的小芒果，不甜不要钱啊，来看一看喽。小伙子，你这芒果怎么卖呀？28一斤。28一斤？咋不去抢啊？前2天还3块钱一斤呢。这你就不知道了，南州那边遭遇强台风了，芒果都烂完了，起码现在还有芒果，估计过几天想买都买不到喽。什么？是这样啊？那我可得多买点，我儿子特别爱吃芒果。小伙子，给我称10斤。好嘞，我也要，都有啊，我也要，只要排队就有。老板，你家芒果品质如何呀？我这些都是南州小台芒，品质没得说，很甜的。来，这有剥好的，您尝尝。好甜啊！给我来500斤。500斤，这么多？对，我们公司是搞芒果采购的，南州那边突发台风，导致供应链断裂，我们也没办法，才想着来市场街边碰碰运气。行，不过你们得自己来取。你拿这么多，我给你算25一斤，一共给我12500就行。来，这里扫码。银行卡到账12500元。一共给我12500就行。来，这里扫码。银行卡到账12500元。好，一会儿我叫人过来取货。好嘞。小伙子，我那份你给我称没称啊？我还等着给我儿子送去呢。马上，快一点。都有啊。没想到这么顺利，几个大饭店都缺货源，抬手就是300-500斤，一下就给卖光了，一共赚了5万多。忙了一天了，也该犒劳犒劳自己了。老板，我买点香料炖肉。好，你看看你要啥香料？
黑枸杞现价8元一斤，2日后价格暴涨900%，预估价格80元一斤。2天后暴涨900%，我现在手里有5万，要是都能买成黑枸杞，1天后就能赚50万。啊，老板，这个黑枸杞给我来5万块钱的。5万？5万啊？不可以吗？走走走，别拿我寻开心。我这小门店，别说5万，500的都没有。黑枸杞的价格一直在跌，要不是为了配货，我都不进它。完了，大姐，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途径能买到大量的黑枸杞？不是我不帮你，是整个元州都没有这么多库存。完全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这下我要怎么囤货呀？2天后就要涨价了，这可怎么办？2天后卖黑枸杞的利润能翻9倍，我一定要提前低价囤货。那算了，我去别家看看去。好。找了大半天了，都没有大量的黑枸杞可以出，这马上黑枸杞就要涨价了。这可咋整嘛？杨文博，张琪，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开大车去了吗？这不最近行情不太好吗？大车没有单，我就来拉点小货。我现在准备去中药材批发市场拉点货。你在这儿干嘛？怎么了？哎呀，咱俩是发小，我也不瞒你了。我现在需要一大批黑枸杞，但是我跑遍了市场也没找到，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黑枸杞啊？啊，我知道哪儿有。哪儿有啊？你可以去中药材批发市场啊，黑枸杞也算一种药材。真的？真的，不信你自己去看。那在哪儿啊？啊，我正好要过去，走吧，我捎你一起。哎，走。这家呀，就是最大的中药批发店，你可以进去问问。我还要去拉货，就先不陪你了。行，谢谢兄弟。去吧。老板啊，哎，你好，想要买点什么？你们这儿有没有黑枸杞啊？有的，先生，你需要多少？给我来5万块钱的吧。5万块钱的呀？啊，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店里啊，的确有你要的货。可是你也知道，这黑枸杞啊，它是作为中药辅料来卖的。如果全部卖给您，我店里的其他的药材啊、药方啊，就卖不出去了。老板，你开个价吧。行吧，一斤15元如何？这已经是很良心的价格了。15元一斤，你都溢价快2倍了。是这样的，先生，我仓库里的黑枸杞啊，要是配着其他中药药方出售，每斤起码能卖到20元以上。要不是看你着急啊，我才不会卖给你。这人明显是看我着急，估计坑我。算了，现在我也没得选了。而且2天后，黑枸杞价格就会暴涨900%，15一斤收购倒也不亏。行吧，15一斤就15一斤。哎，好，来刷卡。哎，好，那货你给我准备好，我明天过来取。哎，好，慢走啊。好兄弟，怎么样？枸杞买到了没？买到了。不过你知不知道哪儿有仓库出租？我暂时没有地方放这些货，明天就要来取货了。哎，我知道有个地方，我带你去看看。哎，对了，你是不是也没有车运货啊？那好说，我明天把大车开过来，帮你运过去。行啊，太感谢了。嗨，都是兄弟，走，我带你去看看仓库。走。文博啊，今天这事儿真得谢谢你，要不是你指了中药批发店的路子，我这黑枸杞还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哎呀，谢啥？咱俩可是发小。不过这话说回来，你为啥要囤那么多黑枸杞？就不怕砸手里赔了？哎，没事儿，我知道你担心啥，但囤黑枸杞一定能赚，不是瞎折腾。文博，我张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这次你帮了我，我直说吧，我现在缺个靠谱的人搭伙。你开大车跑货运，风吹日晒还不稳定，不如跟着我干，咱们兄弟一起赚钱，有可以看见未来价格的能力在，赚钱手到擒来。跟着你干，我也不懂你这囤货赚钱的门道啊，别到时候帮不上忙，还给你添乱。没事儿，你只要帮我盯着货跑路就行，而且你熟悉货运渠道，以后不管是拉货还是找仓库，都得靠你。行，我信你，我跟着你干。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来，干一个，祝我们之后飞黄腾达！干杯！干杯！我七哥，涨了，黑枸杞的价格涨了。
涨了多少？现在涨到了70亿斤。因为今天有医学研究人员发现，黑枸杞有医药作用，能防癌抗癌，还被各大视频号和栏目转发，导致黑枸杞供不应求。目测还能再涨到90亿斤。不等了，这就走。走？干什么去？当然是散货去了。好，李总，货都给您送过来了，一共是3300斤，1斤是75，总共是247500元。您给我24万7就行。好，来刷卡。好嘞。好。啊，一下子入账24万多，刨过成本5万，净收入19万多，成本的5万还黄哥，还能留下19万，2天就赚了普通人2、3年的钱，爽啊！七哥，你为什么要把这些黑枸杞全部卖掉？一斤才卖75元。据我观察，以枸杞现在的热度，一斤卖个90，轻轻松松啊。我知道啊，但那样太引人注意了。咱们2个无名无辈的，贸然存这么多货，已经很惹人关注了。如果再高价卖出，保不齐会引来什么灾祸。咱们不如亏一点，这样起码安全。七哥，还是你想的周到。银行卡到账5万元。七哥，你这是……我说过，我张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这是你这次的报酬。七哥，这也太多了，而且我也没干什么。这还多呀？只要你跟着我，我保证之后比这还多。喂，妈。小启啊，你快回来吧，你爸要不行了。什么？妈，你别急，我马上回去，我先撤了。哎，妈。小启，你终于来了。妈，你先别急，我爸怎么样了？你爸出了车祸，还在里面抢救。医生说你爸伤情严重，住院治疗起码要花费10万，这可怎么办啊？妈，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有，爸肯定能挺过来。你哪来的钱啊？我前2天投资赚了一点钱，够我爸的医药费了。我现在就去缴费。哎，好，好，好。谢谢啊。哎，我说嫂子，话可不是这么说的，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当初大哥找我借3万块钱，说是盖房子周转，现在都过去半年了，钱呢？就是，我大哥病危，谁知道进去还出不出得来？这万一我大哥没了，我们管谁要钱去啊？这钱呢，今天你必须得还。你们老张还在里面抢救，你们张口闭口就是人要没了，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钱我们会还，等老张醒了，我们就去筹钱。啥？等他醒了？谁知道他还醒不醒得过来？今天这钱你必须得给，3万5，1分都不能少。你，二叔二婶儿，你们怎么来了？小启啊，你来的正好，叔叔就直说了吧。你爸当时借钱时说是1年还，但你看你爸现在这样，能不能撑过明天还要另说。我挣钱也不容易，这钱总不能打水漂吧？二叔，我爸还在里面抢救，钱我们家认，我一定会还，但不是现在。5天，你们宽限我们5天，5天后连本带利3万5，一分不少的送到你们手上。这群狼心狗肺的家伙，我爸当初对他们的好全都喂狗了，趁我爸生死不明就来逼债，畜生！刚交完医药费，我身上只剩下1万了。没关系，我还能看到物品未来的价格，3万块而已，最多2、3天就能赚到。5天？谁知道5天后你们会不会跑？不行，必须现在给。二婶儿，这里是医院，我爸在里面抢救，你们非要在这里闹得鸡犬不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还在抢救的亲大哥的吗？哎，小姐，一码归一码，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这样吧，你把你们家的宅基地过户给我们，这钱就相当于抵了，行不行？张建国，你还要不要脸？你大哥现在生死未卜，你就惦记他的房子，你还是不是人？哎，嫂子，你这话说的可就太难听了啊！我这也是在帮你，都知道这宅基地它不值钱，我这也是因为咱俩住隔壁，我才收的呀。再说了，你就算去卖，先不说有没有人买，就算有人买，你也卖不到3万5啊，是不是？我是看在大哥的面子上，吃点亏也没事儿。哼，二叔啊，你这可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啊！今天我就把话撂这儿了，别说3万，就算是30万，我们家的宅基地也绝对不可能卖给你们。哎，二叔，请回吧。你，二叔，你可以再闹，但是闹大了，丢脸的可不是我们。5天后，我会如期将钱还上。行，小启，叔就给你这个面子。5天之后要是见不到钱，就别怪二叔不讲情面了。哎呀，行了，跟他们啰嗦什么呀？
5天后见不到钱再说。走，快滚！哎呀，5天后可上哪儿去弄这35000块钱啊？这可真是要逼死我们娘俩啊！小琪，你刚才不该逞强答应他们的。咱家每年就靠地里的山药过活，结果今年山药泛滥，根本没人要，收购债压价压得厉害，连本都收不回来。咱家现在哪还有来钱的路子啊？妈，你先别急，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也别担心地里山药的事儿。我说了有办法，就一定有办法。淮山山药现价0.3元一斤，5天后价格飙升至3.5元一斤。本来我还在想从哪儿弄本金，二叔这一闹倒提醒我了，可以先将我家的宅基地抵出去，先弄点本金，低价收购山药，5天后再高价卖出。妈，咱们家地里今年大概收了多少斤山药？仓库里现在囤了多少？今年天气好，亩产高了点，地里大概有8000多斤，仓库里还堆着一些，加起来差不多有12000斤吧。都是好山药，就是没人要啊。12000斤，现价0.3元，价值3600元，5天后3.5元，价值42000元，仅是我们家的就能赚将近4万。如果能把村里其他人的也收过来，妈，咱家的山药不能卖。不仅咱家的不能卖，您现在赶紧打电话给相熟的叔伯婶子，问问他们家的山药卖了没有。如果没卖的话，告诉他们咱们家全部收，就按现在的市场价，不比现在市场价高一点，按3毛5一斤收，有多少我要多少。小琪，你疯了！3毛5一斤，那么多山药，我们收过来堆哪儿啊？再说咱们哪有那么多钱去收啊？这要是烂在手里，这不是……妈，您信我，这次您一定要信我，我不是瞎胡闹，钱的事儿我来解决。你就按我说的做，打电话收山药，5天就5天，我保证不仅能还债，咱们还能大赚一笔。听说了吗？真的假的呀？那么高的价格收山药呢？小启啊，你妈电话里说的是真的吗？你们家真按3毛5一斤收山药？是啊，现在收购债压价到2毛8都不收，你真要收，你可不能骗我们啊！王叔、李婶，各位叔伯婶子，电话里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家确实收3毛5一斤，现款现结，有多少我要多少。哎呦，太好了，3毛5一斤呢！小启，你说的是真的吗？现款现结？对，现款现结，只要品质没问题，过完秤我立马给钱。哟呵，现款现结，好大的口气啊！张姐，你家欠我的钱都还没还呢，你爸还在医院里躺着等钱救命呢，你倒好，在这儿装起大款来了。让一让，3毛5一斤，收着没人要的烂山药。我看你小子是不是受刺激疯了？还是说你想空手套白狼，先把大家的山药骗到手，然后跑路？真的吗？真的假的？是骗人的吧？二叔，你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收山药自然有我的道理。道理？我看你是昏了头了。大家可别被他骗了，他家的钱都填到医院那个无底洞了，哪还有钱收山药？到时候给你们打白条，你们哭都找不到地方。二叔，看来您是不信我能拿出现款了。你有现款，你拿出来让大家瞧瞧呀，别光耍嘴皮子嘛，是吧？是啊。好，既然二叔这么说，那为了让大家安心，我们现在就开始。王叔，我记得你家离村口最近，那就先去你家，过完秤我立马付钱。好，走。走，去看看去。看看。王叔，一共420斤，3毛5一斤的话，一共是147块钱，没错吧？没错。来，我扫码给你。支付宝到账147元。谢谢小启，谢谢，真是现称现结呀！快回家拉山药，小启是真给钱。太好了，我家还有1000多斤呢，这下有救了。等一下，大家伙，这样，大家呀，有想出山药的，把山药拉去村口的广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好。走吧。当家的，我听说张琪把全村的山药都收了，王老五、李寡妇他们今天可都拿到现钱了，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呢。要不明天咱也把咱家那几千斤山药拉去让他收了。反正堆在窖里也是烂掉，能换回一点是一点。3毛5虽然比往年少，但也总比现在2毛8都没人要强啊。哼，糊涂！你懂什么？我咋糊涂了？张启那小子精得跟猴似的，他爹还在医院躺着等钱用，他不想着怎么凑医药费，反而砸钱收这么多没人要的山药。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鬼吗？能有啥鬼？
难不成他还有啥门路？现在连收购站都不要了？就是不知道他有什么门路才可怕呢。张启这小子最近邪性的很，你想想，之前穷的叮当响，突然就能拿出10万给他爹交医药费，现在又眼睛不眨的撒钱收山药，保不齐他真知道什么咱们不知道的内幕消息。这山药说不定真能涨价。涨价？哎呦，不能吧！现在这山药都泛滥成灾了。哎，再看看，万一明天就涨了呢？现在3毛5卖给他，不就亏大了？要是没涨，大不了后天再卖给他，也一样。行吧，那听你的，咱就再等一天看看。哎，还好有人收，拿着万多，这么多山药，终于有人收了。七哥，你昨天叫我开大车来收山药，我还可吃惊。这玩意儿现在泛滥成灾，白给都没人要，你还收这么多？怎么，你不信我？信不信我也不会过来。小启，你这山药今天多少收啊？山药价又跌了，收购站直接压到2毛5一斤了，还挑3拣4，说不是一等品的不要。哎呀，那怎么办呀？我也不收了，还收不收？七哥，这山药的价格不但没涨，反而降了。你收了这么多，要赔多少呀？哎呀，你别急啊，这才几天，收购站降价是他们的事儿，你放心吧，我们的山药一定会卖出去的，而且会卖个好价钱，你就等着看吧。行。大家不要慌啊，你们有多少山药我就收多少山药，还按昨天的价给你们，3毛5一斤。好。哎呀，下一个是谁家要过秤？来，我。哎呀，当家的又降价了，现在收购站2毛5一斤了。哎呀，咱还等什么呀？赶紧去找小启，3毛5卖了算了，要再不卖，真就烂窖里了。闭嘴！你懂什么？越是这样，就越说明有问题。张启那小子肯定知道点什么，不然他凭什么那么稳？再等等，说不定明天就涨了呢。呀，涨，拿什么涨啊？现在谁还要这破山药？明天要是再跌到2毛，残酷都来不及。哎，我不管，你明天必须把山药给卖了，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啊，好，明天我就去找张启。哼，七哥，前2天还那么多人，今天怎么都没人来？能收的都差不多收完了，就连隔壁村的都收了，当然没人来了。这也到饭点了，咱们收拾回吧。行。小启啊，忙着呢。二叔，你怎么来了？有事吗？小启啊，你看二叔家这点山药一直也没卖出去，听说你这边收价格也公道，你看。二叔，你前天不是还说我疯了，收这没人要的烂山药吗？怎么今天？哎呀，小启，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二叔那是跟你开玩笑呢。再说了，咱们都是一家人，有这好事当然得想着自家人不是？小启，就按你收别人的价，3毛5一斤，你看行吗？二婶儿，不是我不收，只是你也看到，现在市场行情一天一个价，昨天收购站就2毛5了，听说今天又跌到2毛2了，更何况我收了那么多山药，压力也大呀。再按3毛5收，我这本钱都快赔光了，实在是收不动了。小启啊，那你也不能看着二叔的山药全烂在家里啊！你都收了那么多了，也不差二叔这一点。二叔，话不是这么说的，亲兄弟明算账，我现在也是做买卖，得考虑成本，你说是吧？这样吧，看在亲戚的份上，我最多只能按2毛8一斤收，这已经比市场价高了，我也是硬着头皮收了。2毛8，你这比3毛5少了不少呀！你这杀价杀的也太厉害了。我也没办法呀，现在行情就是这样，你要不愿意，可以再等等看。哎，说不定过2天收购站价格能回涨呢。行，2毛8就2毛8，过秤。行。你看看，2毛8，张启这小子真够黑的，压价压得这么狠，这分明就是报复。哎呀，算了，这好歹卖出去了，总比烂在窖里强。你看，今天市场价都2毛2了。强什么强？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收别人的都是3毛5，独独我是2毛8。哼，既然这小子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哎，后天是不是就到了还款的最后期限了？就山药这样一直跌下去，我看他拿什么还？到时候不仅宅基地是咱们的，他还得欠一屁股烂账，我看他还怎么嚣张。可我看他刚才给钱挺痛快的呀。嗨，
那是他最后的老本了，肯定是拿他爸的救命钱在这硬撑呢。这个蠢货，等期限一到，有他好看的。小琪，这都第5天了，山药的价格一点动静都没有，收购账还是2毛2，你说这可怎么办呀？你收了那么多，堆得跟山一样，这要是真烂在手里，咱们该怎么办啊？那35000块钱，咱上哪儿去弄啊？妈，你先别想这么多，你要相信我，我说能还上就一定能还上。再等等，很快就有消息了。等什么消息啊？这价格一天比一天低。小吉，妈不是不信你，妈是怕你二叔他们。哟，嫂子小姐都在呢，你们这愁眉苦脸的，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哎呀，你看你，那能不愁吗？我听说山药价又跌了。哎呀，小喜可是收了满满1仓库的山药呢。就是，你看我这记性，光顾着关心山药了。这都第5天了，那35000块钱凑齐了吧？二叔，你来的可真准时。那是，钱呢？不会没凑齐吧？我就说嘛，别收那些山药，你就是不听。你看现在，全砸手里了吧？哎呦喂，那可是10几万斤呢，按3毛5收的，现在只值2毛2，这得赔多少啊？想想呀，我这心都是疼的。这不是糟蹋钱吗？你说？哎。二婶儿，这钱的事就不劳烦你们费心了。我说今天还，今天肯定会还，但今天不是还没过吗？急什么？张琪，你小子别给脸不要脸！我看你是拿不出钱，在这拖延时间呢。痛快点，把宅基地的过户手续给签了，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七哥，涨了，山药的价格暴涨了，现在山药3块5一斤，收购站现在挂牌3块5一斤，疯抢都在疯抢，咱们的山药成金疙瘩了，咱们发了，七哥。怎么会涨这么多呀？谁知道啊？这还不算多，咱们邻省山药的种植基地爆发了虫灾，几乎绝收，而且这虫灾短期内根本无法控制，甚至还影响到了周边的产区。现在全国只有咱们这儿有山药，别看现在3块5一斤啊，到后边涨到5块甚至8块都有可能。哎呦，咋办啊这？七哥，怎么说？现在抛吗？抛，就按咱们之前计划好的开始抛，分批抛，稳住价格，一定不要一下子全砸进去。明白，七哥，你放心，我这就去办。二叔二婶儿，35000块现金还是转账啊？我现在有钱了。张琪，你早就知道山药会涨价是不是？你可是故意坑我的你！当初你2毛8收了我的山药，你安的什么心啊你？我坑你？二叔，你话可得说清楚。当初是你怕山药烂在家里求着我收的，当时市场价可是2毛2一斤啊。我出于亲戚情分，2毛8收你1斤的，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吧？难道我明知道会涨价，就必须按3块5收你的？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那你明知道我爸等着钱救命，上门逼债的时候，你讲亲戚情分了吗？惦记我家宅基地的时候，你讲道理了吗？至于我知不知道会涨价，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是未卜先知还是走了狗屎运，都跟你没有关系。现在我就问你们，钱是要还是不要？行，你小子啊！钱给我，以后咱们2家再也不用来往了。我求之不得。银行卡到账35000元。张琪，你小子给我走着瞧！什么东西？呸！哼！小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知道山药一定会涨价？而且你还知道的这么准？妈，其实我也不确定，我就是前段时间去省城办事的时候，听到几个大老板在酒桌上提了一嘴，说什么邻省那边虫害有点苗头，要是控制不住啊，可能会出大事。我当时啊就留了心，但也没全信。但是回来我一看到咱们家里啊那些山药烂在地里没人要，我就想着赌一把。那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赔点钱帮乡亲们解决困难。但是万一这事儿要是真的，那咱们不就打了个翻身仗吗？其实前几天价格一直在跌，我心里也怕得要死，差点就撑不住了。没想到还真让我赌对了，这运气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能力的事没办法讲，只能编个谎话糊弄一下我妈了。哎呦，你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这要是赌输了怎么办呢？不过幸好赌赢了，老天爷开眼啊！你爸有救了，咱们家以后也有盼头了。
喂，文博，怎么了？体哥神了，真是神了！咱们的山药全卖出去了。出完了，这么快？不是让你分批稳住价格吗？这才多大一会儿？是啊，我也懵着呢。刚联系好2家收购站，正准备谈价格呢。你猜谁来了？上次收我们黑枸杞那个李总，直接找到仓库来了。他说他听到风声，知道咱们囤了大批的优质山药，直接开口全要了，价格都没还，直接按当时最高市价3.5块1斤，现场验货，现场转账，钱现在已经全部到账了。李总，他全要了，多少钱？咱们当时一共收了18万5千斤的山药，按照3.5块1斤。总共是64万7千块，扣除我们成本和其他费用，我们净赚了58万，58万呢，七哥。好，文博，干得漂亮！钱呢，你先保管着，等我回去处理。这次辛苦你了。不辛苦不辛苦，跟着启哥干，真是太刺激了。那我就先在这边处理后续手续。妈，刚文博那边传来消息，说咱们山药全卖出去了，一共赚了58万。这下把所有的治疗费康复费还有咱们一家以后的好日子，都彻底不用愁了。好，我儿子有出息了。李总，没想到2次收购的都是他。文博，你一会儿来医院一趟吧，我在医院等你，有事儿和你商量。好。妈，我去了。七哥，咱们这次真是太牛了。我找你来呢，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七哥，你说，你难道不觉得咱们这2次出货都太顺利了吗？尤其是那个李总，每次都像未卜先知一样，精确的找上门来，全盘接收。是有点巧，不过七哥，这不是好事吗？说明七哥你眼光独到，货好别人才抢着要。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之前都是小打小闹，赚的是信息差和运气钱。以后如果还想继续这样操作，规模只会越来越大，盯着我们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每次都靠个人名义去囤货出货，太扎眼了，容易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危险。七哥，那你的意思是？我想好了，我们必须有个正经的身份做掩护。我打算注册一家贸易公司，你我来当股东。开公司？公司，这样我们囤货收购就可以用公司市场分析、战略储备、签订远期合同等商业行为来解释，一切都放在明面上，合理合规，不会像现在这样引人猜疑。有了公司这层外壳，就能更好地掩盖我的预知能力，也能更安全地调动资金和资源。牛啊，七哥！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有了公司打掩护，咱做什么事都方便了，而且说出去还好听。我支持，我绝对支持。那既然你同意的话，你人面熟，尽快把流程搞清楚，需要多少钱直接从山药款里出。没问题，启哥，包在我身上，我保证以最快的速度把咱们公司的架子给搭起来。另外，公司成立后，我们需要立刻寻找下一个机会。你平时跑车，消息灵通，多留意一下各种农产品的行情和产区的消息。明白，启哥，你放心，以后我就是咱们公司的信息侦查员，要是有任何风吹草动，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黄玉米现价1.1元一斤，7天后价格飙升至2.8元一斤，并持续半月。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哎呀，当家的别搓了，出怪事了！咋呼个啥？天还能塌下来？是张启他在村口支摊子收玉米呢。收玉米啊？他收玉米干啥？他多少钱收的？1块1一斤收，而且都是现钱，比粮站还贵2毛多呢。现在好多人都抢着去卖呢。1块1收的？上次他收山药也是这样，这次收玉米肯定也是，这玉米肯定要涨价。张启这小子猴精的，他绝对有咱们不知道的门道。这个玉米肯定要涨。我也是这么寻思的，当家的。上次咱俩可是吃了大亏，眼睁睁的看着钱全让这小子挣去了。这次咱可不能让他再独吞了。上次他坑了老子一把，这次我要把亏的全捞回来，还得让他吐点出来。当家的，你想咋干？他能收，咱们也能收啊。他1块1收的，我们就1块3收。我把所有卖玉米的都给抢过来，让他1斤也收不着。1块3，咱家哪来那么多钱？再说了，这要是……怕啥？你忘了山药的事了？张启这小子肯定知道点门道，不然不敢这么干呀。
只要跟着他，咱绝对能赚。至于钱嘛，你去把房本拿出来，我去找他老刘。老刘啊，早就看上咱们这院了，我把院子先押给他。抵押房子，这要是赔了，咱俩都得睡大街去啊！不行，绝对不行，不行！哎呀，赔不了。张姐都下那么大本了，肯定有10成的把握。他能喝头啖汤，咱们必须跟着吃肉。别啰嗦了，赶紧拿房本，我这就去找老刘。走。文博，怎么样？玉米收多少了？启哥，你来了，收了差不多3000斤了。乡亲们一听咱这价格好，都往这儿送呢。照这个速度，天黑之前收购1万斤没问题。行。怎么了？你看那边，你二叔不知道发什么疯，也在这儿摆摊收玉米。关键是他的价格出到了1块3，比咱高出整整2毛钱。刚才还有好几户本来要拉到咱这儿的，可一听他那边价格高，直接掉头过去了。这咱还怎么收啊？看来上次山药的事儿还是让人注意到了。我这二叔也是聪明，知道跟着我收了，收就收吧，还想用高价截我的胡。七哥，怎么办呀？要不咱也涨点价，不然这玉米根本收不上来呀。没事儿，该多少还是多少收。可这样没人会卖给咱们呢。放心吧，他们收他们的，咱们收咱们的，井水不犯河水。价格上面也不用管了，这整个县城这么大，我就不信他们家能把整个县城的玉米都收完，肯定还会有人过来卖给咱们的。而且想从我手里占便宜，那也得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7天后价格才飙升，现在才刚开始收购，二叔就这么心急火燎的高价抢货，资金压力肯定巨大。那我就等他囤的差不多了，到时候价格波动一下，就有好戏看了。正好我也能省点前期资金占用。哎呦，当家的，你说这都过去好几天了，玉米价格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收购站现在是9毛多，咱这可是1块3收的，这么多玉米堆在家里，天天看得我心慌。你懂个啥？好东西哪有不压仓的？沉住气。你能沉得住你沉，我可不沉。这房子你都抵押出去了，外边还借了那么多钱，这利息一天一天的往上滚。你说这玉米要是烂在手里了，或者那价要再跌了，咱俩都得睡大街去。当家的，你说这也奇怪，张启那边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也不见他着急。他不急就对了，他不急说明啥？说明肯定能涨啊！他小子猴精猴精的，他不急，我们就更不能急了。跟着他准没错，说不定明天后天就涨了。建国哥啊，在家吗？建国哥，问你个事儿，你这玉米还收不收了？咋了？你还想卖啊？我们家都快堆不下了。唉，别提了，前几天不是卖了些玉米给你家吗？本来还想着留点等年底，结果刚听到贩子说玉米又跌了，跌到了8毛7。我就想着，你要是还按之前的1块3收，我把我家那点玉米全给你拉来算了。8毛7又跌了，当家的，你听见没有？价跌了，真的跌了，咱这可是1块3收的呀，这下全完了，全完了！不收了，不收了，瞎穿什么小姐？去，出去！当家的，这可咋办呀？真跌了，这下咱要赔死了，咱这房子也要没了。闭嘴！瞅你那点出息，慌什么？一点小波动就稳不住了？你忘了张姐收了那么多都不急，她肯定知道什么内部消息，这价格肯定会涨回去，而且会涨得更高。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稳住了，别自己乱了阵脚。等他那边一有动静，咱们跟着卖，一样能赚大钱。行，听你的。七哥，你那二叔还挺沉得住气的。玉米的价格这2天持续走低，他也不着急，还时不时的收一点。哼，他不是不着急，他是骑虎难下，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现在价格走低，如果这时候他把货抛了，铁定是赔。那还不如咬牙坚持一下，万一涨价，那赚的就不是一点了。更何况他是跟着我收的，我没有动静，他自然就不慌了。哎，我前几天让你找的那个仓库，你找到了吗？啊，找到了，在郊区，空间大，租金还便宜。行，那你下午把货车开过来，把现在这些玉米全都运进仓库，动静搞大一点。没问题。是时候将水抢得浑一点了。哎，这都多少天了，玉米怎么还不涨价？8毛5，8毛5，我可是1块3收的呀！不行，我得去找张启问问，
看他的玉米出没出。要是他的玉米没出的话，我也能再等等。当家的，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又咋呼啥呢？咋的了？张琪他们家来了好多辆大货车，正往车上装玉米呢，好多人在那看热闹。你说他会不会知道这玉米涨价无望了，要把货都散出去啊？什么？你看清楚了？哎呦，我看清楚了，千真万确，好多辆车呢，马上都快装满了。完了！张启这小子是把玉米卖出去了，要是连他都卖出去了，说明这价格是涨不回去了。不行，我得去问清楚去。快！小启啊，你这是干啥呢？这么大阵仗，这玉米都卖了？哎呦，二叔啊，没卖呢，这哪能这么快就卖出去？没卖？那你这装车是？哎呀，二叔啊，别提了，我家这老仓库又小又潮又破的，这不是怕玉米放久了发霉吗？我这就临时找个地方先挪过去存着。这玉米啊，还得再等等行情。二叔你放心，这玉米我绝对是不会卖的，我还等着涨价呢。我还打算这2天再看看能不能再收点呢。那是，不能发霉了，对吧？这是得换地方。那小姐你先忙着，叔先走了。哎，慢走啊。看他表情不像是假的，他还要收，看来玉米能大赚。既然这样，刚好手里还有点钱，趁现在价低，对呀，我还能再大赚一笔呢。嘿嘿嘿。当家的啊，怎么了？玉米涨价了？涨什么涨呀？玉米价又跌了，而且什么？而且张启人也跑了啊！他家收玉米那个摊子也没了，仓库门也锁得死死的。我打听了一圈，张启昨天就把他爹妈接走了，说是要去中州看病调养，就连他那个兄弟杨文博也不见了。仓库锁了，人接走了，杨文博也不见了。坏了，上当了，我们全被他骗了。什么坏仓库，什么还要收？他这是为了要稳住我的。他知道这玉米涨不了价，他怕债主上门，他提前跑路了。我们全都被他坑了呀！天杀的张启呀，咱们可咋办呀？咱们的钱，还有咱们的房子呀！哭，就知道哭。哭，就知道哭。赶紧把这些玉米散了，能散多少是多少。8毛不，7毛5不，7毛也行。去找个贩子，能回点本是点本，快去呀！快！七哥，张叔怎么样了？还可以，你怎么来了？刚刚村里传来消息，你二叔他顶不住了，正在冯村那边像发疯了一样到处散货呢。逢人就问收不收玉米，而且价格还压得极低，7毛5，7毛他都卖。我看啊，是真急红眼了。能预料得到，他之前不就快撑不住了，现在看到我跑了，他就更慌了。这样，你就找个信得过的中间人，去把他的货给收了，就按他能接受的最低价格。行，明白。七哥，你这招可是真牛啊！这样咱们省时省力不说，价格还低。他们要是刚开始不打算截我的胡，我也不会这样。而且预估明天就会涨价，但凡他们多坚持1天也不会亏本。终归啊，还是心理素质太差，那就怪不得我了。对了，之前让你去注册公司的事儿，你怎么样了？手续都办好了，随时都能开业。那你先去把二叔的货先收回来，速度要快，不要拖到明天了。明白，我这就去办，保证办得妥妥的。走了。二叔这事儿就是个教训，个人名义囤货出货，目标太大，容易被人盯上，也容易引发这种不必要的麻烦和眼红。如果有个公司的外壳，一切商业行为都显得名正言顺，既能掩盖我的预知秘密，也能减少很多这样的纠纷和猜忌。这公司啊，必须要尽快开起来。喂，陈经理吗？我是张启，之前不是咨询过写字楼的事吗？我想尽快的实地去看看。那下午2点可以吗？好，到时候见。怎么样？咱们以后的办公地址就选这儿了，你觉得如何？太可以了，这环境真不错啊，七哥。对了，七哥，昨天你交代我的事已经办妥了。你二叔那批玉米呢，一共是12000斤，按照7毛5一斤，已经全部收过来了。他当时急的呀，
压根儿没多想，签了合同，拿了钱，直接就走了。做得干净就好。就是启哥，咱这价压的是不是有点太狠了？他当初可是1块3收的。狠。文博，商场如战场，他当初想用高价接我们的货，让我们无货可收，他可没觉得狠。况且，我们也已经给他留足了时间，是他自己沉不住气，恐慌性抛售，这可怪不得别人。而且，我们也用了真金白银收他的货，也承担了风险，这价呀，公道。我明白了，启哥。启哥，你快看新闻！启哥，邻省爆发大规模干旱，主要玉米产区受灾严重，预计减产30%以上。现在玉米期货市场开始涨停，现货市场也开始涨。涨多少？2块8，2块8一斤，而且还在涨。我的天啊！启哥，咱们这批玉米要赚翻了。时机刚好，之前不是让你联系几个仓库和几个有实力的批发商吗？现在可以动起来了，价格就在2块7到2块8之间吧。切记啊，要分批放货，不要一次性涌入市场。是，启哥，保证完成。等这笔资金到位啊，咱们的公司也算正式开起来了。张建国，你说等玉米卖了就还钱，现在玉米卖了，钱呢？卖了，7毛5卖了，钱，大部分钱都还刘老六的抵押款了，就只剩下这2个。嘿，就这点钱，连点利息都不够，你耍我们呢？我们也是被张启那个天杀的给骗了，他骗我们说玉米会涨价，骗我们高价收玉米，结果他自己跑了，把我们给坑惨了。少来这套，你们自己贪心，怪得了别人吗？白纸黑字儿，欠债还钱。今天你们要不把钱给还了，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大哥，疯了，玉米价格疯了！2块8一斤了，早知道老子也囤点了。我记得不是有一家借了咱们钱囤玉米吗？那家肯定赚疯了，咱们可以趁机多要点利息了。2块8，我7毛5就全卖了呀！我本来可以这样赚钱的，我。建国，当家的，救命啊！启哥，咱们也有公司了，咱们公司就这么开了。行了，收收你的表情吧，这才哪到哪。启哥，咱们以后就是张总、杨总了。我现在想想就跟做梦似的。是啊，开个公司说话硬气，做事也方便。行了，杨总也别站着了，咱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走。启哥，开业大喜啊！来，尝尝这个，这是我一哥们儿给我带的，绝对的纯粮酿造。别看这牌子不响啊，这味儿绝对正。除了这店儿，你都喝不到这东西。老方酒。现价约68元一瓶，30天后价格飙升至680元一瓶，10倍的涨幅啊，是个好机会。这口味十足啊，口感确实特别，很醇厚啊。你这个酒具体是哪来的？什么路子？这是咱本地一个老厂子，老房酒厂产的。可惜了，这厂子快经营不下去了，听说是资金链断了，工资都发不出来。我哥们儿是这儿一个老师傅，这是他自己按古法偷偷酿的，怎么样，味儿正吧？老方酒厂，他们现在什么情况？库存还有多少？老板打算怎么办？七哥，你是想……没错，这酒可能让我们大赚一笔。这样，你立刻去打探这老方酒厂，他们到底还有多少种这种酒的库存？老板的心理价位是多少？越快越详细越好。明白，我这就去办。哎，你饭不吃了？不吃了。30天10倍，看来这将是我们粤涛贸易第一桶金啊！七哥，打听清楚了，库存那边大概积压了5万瓶昨天的同类白酒。李厂长现在是火烧眉毛，工人闹着要工资，银行催着要贷款，
他现在只想快点变现，心理价位大概50元就能整。好，李厂长，想通了吗？就你这批破酒，也就我王强能够一口吃下，40块钱一瓶，我全包了。现在结账。王总，40块钱，价格给的太低了，我本儿都回不来呀。回本儿？就你这破厂，有什么回本的？就现在这行情，没人敢要你的货呀！到时候要是烂在仓库里，5毛都不值，你可别跪着来求我呀！李厂长，李厂长，你这批酒50块一瓶，我全都要，现款现钱。哪来的野小子，敢劫我王强的活？50块一瓶，你知道有多少瓶吗？大言不惭，你有那么多现金吗？哼！这位老板，真的50块钱一瓶，现款？当然。好啊，好啊，好，哼，很好。李厂长，你可想清楚了，这小子孽生的很呐，也不知道哪儿来的空壳公司。你能信他能拿出那么多现金吗？别到时候把你的货拉走了，1分钱都得不到，你哭都找不着调啊！哈哈哈！还有你小子，敢跟我王强抢食吃，你也不打听打听，就算这批货你拿下，到时候1瓶也卖不出去，没有人敢收你的货。这位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王总说的也在理，这资金上……明白，李厂长，这个定金我现在就可以付给你。我叫张启，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合同。合同签完，50万定金我立马打到你卡上去。然后呢，等这些酒啊全部装饰完毕之后，剩余货款我一次性打给你。我们都是正规注册的粤涛贸易公司，做的那都是诚信买卖。这不像有些人啊，只会趁人之危。王总，张老板给的价格公道，而且是现款现货呀。我愿意卖给他。好，李厂长，你有种！还有你小子，张启是吧？粤涛贸易，你想在这行混饭吃？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我就看这批货怎么烂在你手里，怎么变现。我们走着瞧，有你哭的时候。哼！张总，谢谢，太谢谢你了，你救了我的命啊，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呀！现在工人可有钱发工资了呀！糊里糊会嘛，事不宜迟，麻烦尽快安排人手装车，然后运到我仓库就行了。好，我立马安排，马上。七哥，这王强可是本地的酒水大户，关系网挺深的。他要是真是败子，没事儿，酒香不怕巷子深嘛。不过以防万一呢，文博，你再去办件事。七哥，你说，这王强啊，肯定是会暗中找到报复。这样，你私下呢，悄悄去跑一趟，把市面上能找到的这些零散老酒，也略高于市场的价格，不管多少，全部给他收回来。啊？还收啊？咱们不是已经有5万瓶了吗？要囤，咱们就囤个彻底一点，到时候让他1瓶都找不到，无论他想干什么，主动权不就都在我们手上？走。七哥，这王强太他妈不是东西了！他在外面到处造谣，说咱们公司的酒是劣质酒，是快过期的存酒，把咱们公司的名声都快搞臭了。预料之中，不用理他，跳梁小丑一个，让他接着蹦跶。可是七哥，这名声要是臭了，那酒还怎么卖？那可是5万瓶酒啊！那在冷库里堆着，每天都是成本。要是真卖不出去，文博，你要沉住气啊！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看好仓库，还有，我让你去收市面上的那些存货，怎么样？收了，按您的意思，比市场价高一点，又收上来大概1000来瓶。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老房酒，估计8、9成都在咱们仓库里。可是收这么些酒有什么用啊？很快你就知道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比我们更着急。王强啊，王强，我的预知能力从未出错，老酒坊必然会涨价，到时市面上的酒都在我手里，看你咋办。王总，都按照你的吩咐打好招呼了，基本上有点规模的烟酒店和餐馆都不敢接张启的那批货了，估计要烂手里了。一个毛头小子，有点钱就想跟我斗，真他妈不知天高地厚。时间久了，他资金支持不住。
不还得求我低价收他的货吗？王总英明，到时候价格不还是您说的算？那必须的。七哥，这都过去1个月了，王强那边打压的厉害，咱们真就一点都不动？不动。七哥，您真能沉得住气？王强之前的封锁不仅没有伤到我本身，反而还帮了我的大忙。没有散户抛售，市场存量集中在我的手里，等着风口一来，价格只会冲得更高。而且现在也到了我们预测市场最高点。哼，嘿，七哥，你看，七哥，老房酒厂拆迁了，停产了，还有网红带货说老房酒厂的酒好，绝版了。我看到了。我的天呀，绝版，网红带货，这酒是不是要价格一飞冲天了，会涨价，而且会涨得很高。喂，李老板，什么？要老房酒？现在这个不太好办呢，这库存紧张，你知道的。什么？价格好商量啊？行，那我问问我们张总啊。七哥，问价的。要价550啊！不卖，不零售，让他等通知吧。不好意思啊，李老板，我们张总说了，库存的货呢要统一调配，不能卖。哎，你别急嘛，李总，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七哥，这又来电话了。你手机现在就关机吧，现在轮到咱们掌握主动权了。王总，现在客户都在要老房酒，我们该怎么办？要，破酒有什么好喝的？让你去找啊！你站着干嘛？让我给你变出来吗？赶紧去市面上看看，看谁还有老房酒的库存，不管多少钱都给我收回来。这么多人要，我要是拿不出货，以后我老脸往哪搁？这生意还要不要做？我们早找过了，现在市面上有老房酒的只有张琪一家。早在半个月前，他就派人把货都扫光了。什么？扫光了？早知道这个老房酒会涨价，给我下套！王总，现在怎么办？好几个大客户都催得急，还指定要这一款酒，其他酒都不行。只能去找那小子了。去，飞车，去叶涛贸易。是。七哥，王强来了，在外边说想见你。终于来了，让他进来吧。好。张总忙着呢。王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是那个，听说你现在手里还有一批老方酒。之前咱都是误会，我现在急需一批，也不多，2000瓶，价格好商量，咱们按行情600一瓶，你看怎么样？帮帮老哥。600，现在市场价可不是600了，700一瓶。要的话就现款，不要的话就请回吧。张总，700也太狠了！现在外面的市场价才680啊！你这是坐地起价呀！你这样，600，我现在付钱。王总，现在是卖方市场，我的酒我说了算，700一瓶，1分都不能少。或者你去别家看看。这次如果不能拿出货，大客户都会因此流失掉。现在亏损的这些和之后相比起来，不算什么。张琪，你给我等着！行，700就700，我要现在提货。好，文博，你带王总去仓库提货。好的，七哥。王总，请吧。王总啊，真是感谢您照顾我们生意啊！您这一下就帮我们消耗了这么多库存，您可真是我们的贵人。王总啊，你看，这酒多好啊，绝版了，喝一瓶少一瓶。要我说啊，还是王总你眼光好，早就来抢购了。要是再晚一点，说不定这酒啊，还真就没了。动作快点，磨叽什么呢？七哥，你是没见王强刚才那脸色，那就跟生吞了只苍蝇似的，那憋屈的要命啊！钱也乖乖付了，简直大快人心呐！行了，瞧把你高兴的，钱结算清楚了吗？清楚，太清楚。七哥，咱们发了，彻底发了！就王强这2000瓶酒啊，每瓶700块，那就是140万，
这还只是开胃菜，就我装车这点功夫，那手机都快被人打爆了。之前联系的那几个大经销商，不知道在哪儿得到的风声，知道王强过来提货，那全都坐不住了，剩下的库存全被他们3家给瓜分完了。就按照您定的底线，680一瓶，都没还价，说是马上派人带合同和定金过来。七哥，咱们这批酒净赚2000万，七哥1800多万，这才1个月，咱们粤涛贸易这第一炮打的那是震天响啊，七哥。是个不错的开始。七哥，今晚必须庆祝，不醉不归。庆功肯定是要庆的，不过文博，先把正事给办了，合同、款项、后续交接一环都不能出错。是，七哥，保证完成任务。我这就去盯着。有了这笔钱，很多之前只能看着的大项目，现在也能碰了。该找下一个风口了。文博，你咋来医院了？七哥，我来看看张叔，带了点家里种的蓝莓。七哥，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帮忙。我老婆在娘家，就是咱邻市青石镇的，今年蓝莓大丰收，结果烂大街根本卖不出去，那收购站压价压到7、8块钱一斤都没人收，这眼看都烂在地里了，我老丈人急得嘴都起泡了。我老婆这才给我打电话，看我有没有什么路子。七哥，你也知道，我也就是跟着你干才挣了点钱，我哪有什么路子啊？所以我就想问你，看你能不能寻一个什么路子，把这蓝莓给卖一卖。蓝莓约8元一斤，产地滞销15天后，标至35元一斤。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刚愁没有赚钱的机会，这机会就送上门来。这还不简单？这样，我全收了，不仅是你老丈人的，还有所有滞销的我都收了。不是七哥，现在这行情，谁收谁赔啊！你别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去收啊，不值当的。你的面子能才值几个钱啊？你放心吧，你启哥我什么时候干过亏本买卖？走吧，看完我爸，咱们去收蓝莓。好。文博，你可来了。这位是？爸，这位呢是我老板张总。七哥，这位就是我的岳父。李叔啊，情况大概文博都和我说了，您这边蓝莓品质怎么样？量有多少？不瞒您说，张总，今年蓝莓的长势特别的好，个又大又甜，就是卖不出去啊。就我们村儿，这各家各户加起来5、6万斤还得多，其他周围的村那更多了，就是卖不出去，愁死人了。张总，您尝尝，这是我刚洗的。品质不错呀，李叔。各位乡亲，你们的蓝莓我收了。你多少钱收？现在市场价大概是8块钱一斤吧，我10块收。10块？对，但是我要的量可不少啊，我要先订5万斤，随后会订更多。但是呢，我需要你们保证品质是好的，所有装箱啊、采摘都得按照要求来。随后呢，我会先付20万定金，大家觉得怎么样？好，谢谢张总，谢谢张总。张总，你可救了我们全村呐！李叔，互惠互利嘛。文博，联系一下财务，准备收购合同。好，我马上去办。再看看有没有大型冷库，这个蓝莓金贵，我怕放久了放坏了。好，我这就去办。哎，王总、杨总，你们放心，我这惠民冷库可是全市数1数2的，而且我们的设备全部都是进口的，绝对可以保证这蓝莓放多久都跟刚摘下来一样脆。孙老板，我这批货非常关键，而且这保鲜很重要，就劳烦你多费心了。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而且每天的控温记录我都会亲自检查，绝对不会出差错的。七哥，5万斤蓝莓，10块钱一斤就是50万，加上20万定金已经给农户了，再加上冷库租金，这投入可不小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接下来你盯紧点冷库这边，定期过来检查，一定不能出差错。明白。王总，您这大忙人怎么有空来找我呀？说吧，什么事儿？孙老板说这话就见外了，你我都是生意人，你说互相走动走动，那不是应该的吗？况且说了，今天我来，给你带来了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呀。我这小本生意可经不起绕弯子。这是5万块定金，孙老板先润润手。我听说，最近
你的冷库存了一批蓝莓，是张启那小子的吧？是张总的货，没错。而且在我这里预付了1个月的租金，还特意嘱咐这批蓝莓一定要保证新鲜度，我也要按规矩做事。规矩？哼，孙老板，你的冷库都是这些老的商户在照顾你的生意。张启那小子刚入行，在这跟我抢生意，你帮他，那以后我的货，还有我认识的那些水果老板，还有酒水老板，以后怎么在你这存货？其实也不是让你干什么大事儿，就是在今天晚上你到蓝莓那个冷库，把温控器稍微调高一点儿，只需要让那个蓝莓软塌塌的就行。这可不行，这要是让张总知道了，我这冷库的名声可就毁了。以后谁还来我这存货？名声值几个钱？事成以后，我仓库所有的酒水都在你这存，我还可以介绍本市1半以上的水果商家都入驻你的冷库。这样的话，你惠民冷库在这一片是独一份啊，怎么会愁挣钱呢？我只调这一次，如果出了事情，你可得替我挡。放心，没事的，晚上12点以后再去，别让别人看见。还好今天睡不着，想着来看看冷库，不然……好你个孙贵，竟然在背后搞鬼！不行，我得赶快找启哥，告诉他这个事。启哥，我刚刚在冷库撞见了孙贵，半夜提着工具箱去冷库调高温呢。你看，这是我拍的视频。不应该啊，收了人家租金，不应该给人家好好保管。不是冷库出了什么事儿，他没好意思说呀？还是说有人在背后指使？我也想不通啊，怎么会有人跟钱过不去？这样，我不管了，当务之急是把货物先转移。我们现在去联系一下客户的冷库，找他们的负责人，说租金好商量。有大批货物要入库，务必马上敲定，立刻去联系可靠的车队，要能马上出车的，准备连夜转运货物。好，我马上去办。哎，七哥，孙贵这边咱们就这么算了？算了，那肯定不能这么算了。反正咱们手里啊有他调高温度的视频，到时候你联系好冷库和车队后，到惠民冷库等我。明白。我们连夜转移，到时候再去算总账。明白。七哥，冷库的人联系好了，是郊区的诚信冷库，李总人不错，听说我们情况紧急，答应立刻开门接收，车队也到了。好，行动要快。谁啊？大半夜的？张总，你这是干什么？孙老板，你来的正好，把门给我打开，我的货要紧急转运。转运？张总，这可不合规矩啊！我们签的可是1个月的，你要现在转走的话，可就违约了呀！可是要付违约金的。违约金？你还好意思给我提违约金？你自己在冷库里干的什么？你不知道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我的冷库好好的，是你们故意想违约吧？给他。自己看看啊，你的所作所为都被录下来了，还要狡辩吗？这谁偷拍的？这假的？假的？那行啊，那我现在打电话报警，让警察过来看看监控，看看是你先违约破坏客户货物，还是我无理取闹。不行，一旦报警，我的冷库名声就彻底臭了，以后谁还敢来存货？张总，别报警，千万别报警，是我的错，是我鬼迷心窍。是王强，对，是王强让我这么干的，他给了我5万块钱，你的违约金我1分也不要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千万不能报警啊，张总。开门，我的损失，我耽误的时间，回头找你算。我现在就给你开门。终于全部入库了，不怕蓝莓坏了。太感谢您了，李总，这么晚了还麻烦你。客气了，谁还没个难处啊？惠民那个孙贵，圈子里早有人传他手脚不干净，你们这回算是躲过一劫。时候不早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这次危机是暂时解除，但麻烦还没结束。这孙贵和王强
敢算计我们一次，那肯定会有第二次。你辛苦一下，你留在这里看一下，确保万无一失。好。蓝莓涨价的节点要到了，是时候通知物流，开始散货了。哎呀，七哥，大事不好了！七哥，之前联系好的3家物流公司全变卦了，要么说冷链车坏了，要么说司机集体请假，就连上周拍胸脯保证优先供货的老陈都说仓库爆仓接不了单，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鼓。现在管不了这些了，必须尽快将货散出去。这样，你在这儿继续探探那3家物流的情况，我去找李总。李总，他不是管冷库的吗？还管物流的事儿？你想啊，李总在本地做生意也几10年了，人脉路子肯定也比咱们广。而且上次他还提醒了咱们提防孙贵的事情，人品要靠得住。我去试试。七哥，打听清楚了，就是孙贵那王八蛋搞的鬼。他联合那几家运输公司，放话说，谁要是敢给我们运货，就是跟他作对。还承诺说，等我们急得跳脚了，他再高价卖出，狠狠地宰我们一刀。哎，张总，孙贵在这一行有些年头了，确实有些关系。你让他又丢面子又赔钱，他就是故意报复你。那几家运输公司平时也没少收他好处，肯定是听他的。那难道就没有其他运输公司了吗？倒是有一家速达运输，老板叫赵刚，是个实在人，车况和技术也都不错。但是前些日子好像是因为抢了孙贵看中的一单生意，孙贵联合几家打压他，现在经营困难，都快撑不下去了，车也停了好几辆。联合打压，快经营不下去了。哎，李总，您有这位老板的联系方式吗？有是有，但是张总，现在这情况，他恐怕也不敢接你的活呀。没事，李总，就请您先把他联系方式给我吧。我不只是想要一辆车，或许咱们可以换一种思路解决问题。总是受制于人也不是个办法，也许这是我成立自己的运输车队的一个契机。张总，您的情况李总都告诉我了，接你的活不是我不肯，实在是孙贵那边放出了狠话，谁接你的单子，他就不让他在这行混下去。我们是小本经营，折腾不起。赵老板，您的难处我也理解，但我今天来不是想单纯雇你的车。那您是？我想入股您的公司。七哥，赵老板，我了解过，你的公司技术和口碑确实不错，只是现在被恶意打压，缺少资金和支持。我注资入股，然后帮你盘活公司，更新车辆，扩大规模。以后速达运输就是我们粤涛贸易的战略合作伙伴，专门负责我们粤涛贸易的运输。你看怎么样？这张老板，您说的可是真的？不过孙贵那边，只要我们合为一体，那还要怕他们的打压吗？他们不接我的货，那正好，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以后我们自己的货自己运，甚至还可以承接其他业务。你缺资金和靠山，我缺可靠稳定的运输途径，我们这不就是双赢？好，张总，你愿意拉我一把，我赵刚这条命，不，我这公司就跟着你干了。以后你们公司的货，我们准时安全的送达。七哥，这主意真不错，有了自己的车队，以后再也不受这窝囊气了。那就这么定了，具体细节我们稍后再详谈。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让车队运转起来，准备好半个月后运输那批蓝莓。这不是问题，张总，我马上安排那停驶的车进行检修。至于司机嘛，都是现成的，我们随时待命。孙贵，你给我们说清楚，当时是你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张启的蓝莓运输肯定来求着我们，结果呢，他现在不仅不用我们，还自己搞了个运输公司，我们3家白白损失这么大一个订单，你说怎么办？就是当初是你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联合起来掐了人家张启的脖子，他就会迟早找我们高价搞运输。我们信了，我们推了多少个订单在等着。现在呢，哼，人家张启跟速达合作了，听说还注资让人扩大规模。以后啊，人家的货自己的货自己运，我们呢连汤都喝不了了。孙贵，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做生意讲究的是互利共赢。你当初让我们别接张启的单，说会给我们介绍其他酒水运输的生意，结果呢，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反而让我们丢了粤涛贸易这个大客户，这损失你怎么赔？
各位老板，先不要着急，这个事情也是我意料之外的。没想到张启那小子还挺有实力，居然能找到速达这种快破产的公司。要不我再给你们想个办法，我再给你们多找几条其他水果运输生意，怎么样？其他生意？孙贵，你当我们傻吗？张启是做的高价农产品生意，一次运输的订单就是几十万。你介绍那些小散户，一年加起来也没有这一个单子赚得多。我们跟你合作，是看在你平时能给我点好处，现在好处没拿到，还倒赔了生意，这合作没法继续了。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汇通物流和您惠民冷库所有的合作全部终止，以后你的货爱找谁找谁，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老陈物流也一样。孙贵，你这个人心眼太窄，做事不计后果，跟你合作风险太大。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完了，这下完蛋了，物流公司都不跟我合作了，这以后谁还敢用我的仓库？王强，都是你给我害成这样子的，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七哥，大好事！刚才我物流圈的朋友给我发消息说，之前那3家物流公司啊，集体去找孙贵算账去了，不仅和孙贵闹掰了，还取消了所有合作。那3家现在肠子都青了，都不和孙贵合作了。孙贵现在的惠民冷库啊，彻底成了孤家寡人，没有物流，估计以后啊都很难再接到单了。狗咬狗罢了，他们当初愿意跟孙贵合作，无非就是想分一杯羹嘛。现在羹没分到，还把肉给丢了，自然会反咬一口。还有更有意思的，我朋友说啊，孙贵现在彻底慌了，知道自己的生意黄了，就开始到处攀咬王强，就说之前调高温度的，还有卡咱们物流的事，都是王强教唆他去干的。他说他是被王强坑了。那王强那边什么反应？王强气得够呛，两人现在都成了笑话。之前和他们合作的商户啊，现在都躲着他们走，生怕被他们缠上。这次咱们不仅赚到了钱，还组建了自己的车队，咱们才是最大的赢家。对了，咱们公司啊，现在人越来越多了，该上的福利也得上了。我待会儿呢就去看看房子，给你们整些员工宿舍，这样也方便一些。七哥，你好样的，你去忙吧。行。先生，我们晨光公寓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虽然现在周围设施发展还不完善，但是未来潜力非常的大，而且自住也非常舒适。投资方面的话，资金效率回报也是相当的高。城东晨光公寓现价8000元每平方米，3天后价格涨至16000元每平方米。哎，那这栋楼还有几套房子没有售出啊？啊，您是指这栋楼吗，先生？我来查一下，还剩10套，总面积大约1200平方米。那这10套我全都要了，全款，准备合同。好的，好的，先生，我这就为您准备合同。哟，这不张启吗？老同学，好久不见了。赵鹏怎么在这儿碰见他了？高中的时候仗着家里有钱嚣张跋扈，现在估计也没变。赵鹏，是好久没见了。怎么来这里看房啊？打算安家了？混了这么多年，也只能买这种地段，一般公寓的。听我去劝啊，年轻人啊，就得拼命多赚钱，不能混日子啊！宝贝儿，你看这地段跟我家那别墅区啊，简直没法比啊！我家去年买的观澜别墅，那环境、那档次，那才叫生活。销售，我这个老同学刚才看上哪套公寓？估计首付都要攒好久吧。这位赵先生，不好意思，刚才这位先生已经把我们这栋楼剩余的10套公寓全款买了。10套全款？张启，你哪来那么多钱啊？打肿脸充胖子是吧？为了装逼，贷款贷到天上去了。就算你有点钱，投资也得看眼光。你买这种破公寓是等着贬值吗？我家那套观澜别墅1套顶你10套，而且还在不断升值，你这辈子都买不起。观澜别墅现价500万一套，1个月后价格将涨至650万一套。哎，小李啊，你们这儿有没有代理观澜别墅的销售？代理？张先生，你的意思是？我再加1套观澜别墅吧，也是全款，现在一起签合同。
好的。装，继续装，还全款买别墅，你骗鬼呢？你公寓的首付钱凑够了吗？啊？刷卡。好的，郑先生，我这就给你准备合同。先生，这是您的购房合同，您看一下。我买这公寓呢，是准备给我公司的员工当宿舍用的，然后买一套别墅是为了改善生活的，不像有些人只有一套别墅就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而且谁说这栋楼没有投资的必要的？只是有些人啊没有眼光罢了。就一个暴发户，装什么装？3天后的同学聚会，我不信你不来，到时候你给我等着。呀，鹏哥，你这表得10几万吧？真厉害啊！小意思，去年的项目啊赚了点儿。要我说啊，这人呢就是得有点赚钱的能力。哟，这不张启吗？哎，快坐快坐！哎，大家静一静啊，我们的张大老板来了。张启啊，你给大家说说，前几天你买的那10套晨光公寓怎么样了？是不是后悔了？我呀，前几天打听了一下，那售楼处的人都跟我说，根本都没有人去问价啊。是啊，张启，我懂穷人乍富想投资的心，但投资可得有眼光，你怎么选那么偏的地方？对呀，那鹏哥家的大别墅，那才叫投资呢，那一天一个价的往上涨。哎，你们看啊，这周边的环境，哎呦，那都是老厂房，能有什么发展？能升值吗？哎，要我看呢，你的钱呢，可算是要打水漂喽。要我说啊，像你这种人，赚点钱存起来不行吗？非得学什么人炒什么房啊？这下好了，全赔进去了吧？跳梁小丑，我的能力从不出错，那就再让你得意几分钟。七哥，神了！你前几天买的晨光公寓的房子涨了，官方刚刚发布消息，那边要建大型商圈，现在那边的房价比你买的时候翻了1倍，10套净赚960万。七哥，出手吗？还是再等等？先稳住吧，等我消息。不可能，这肯定是假的。我买公寓的时候就知道周边是有规划的，只是没必要跟你多说而已。而且你所谓的我没眼光，不过是你自己消息闭塞，坐井观天罢了。我的天啊，翻了1倍！张启，你也太神了吧！这投资眼光绝了。哎，张启，你现在在做什么大生意啊？就开了一家小公司，叫粤涛贸易。粤涛贸易就是那个每次都能精准抓住风口，为什么就涨什么的粤涛贸易吗？张总，叫大名啊！我们公司一直想找机会跟你们合作呢。对呀，张总，如果能跟你一起干，就算不能一起同货，那最起码货源紧张的时候，那也能拿到货呀。完了，我爸还想和粤涛合作挽救公司呢，我竟然得罪了粤涛的老板，我爸会杀了我的。张启，不，张总，张老板，你看，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有眼不识泰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大人别记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啊！哦，我爸的公司叫鹏城商贸，一直希望跟粤涛贸易合作一下，你看是否有这样一个机会呢？我为我之前所有的混账话给您郑重的道歉。我为我之前所有的混账话给您郑重的道歉。赵鹏啊，我们公司选择合作伙伴呢，看重诚信和实力。你之前的言行不仅针对了我个人，更透露出你的品性和格局，让我很难相信我们之间有合作的基础。抱歉。活该，刚才还那么嚣张，现在知道求人家了。就是啊，换我也不跟他合作。完了呀！哎呀，这下真完了。张启，是你吗？哟，杨雪，很久没见了。你来这里是？我刚在附近见个客户，远远看着像你，还真是你。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没见过面了吧？听说你最近发展的不错。哪有，就是瞎折腾，开了家小贸易公司混口饭吃。你呢？看你这气场，
事业有成了呀？我家就是做点小生意，开了几家连锁超市，我回来帮忙打理，跟你这贸易公司老板可比不了。咱们这么巧遇上，别站着聊了。我知道在附近有家不错的私房菜馆，环境味道都不错，要不一起去坐坐，边吃边聊？好啊，正好我也没吃晚饭呢，那就套有招走了。你就别挖苦我了，走吧。我也算刚接手我家的超市，超市这一行看着简单，其实琐碎事特别多，供应链、库存、损耗，哪一方面出问题都让人头疼。尤其是生鲜品类，竞争太激烈了。理解，咱们都做贸易的嘛，难免得看上游供应商的脸色。不过只要咱们能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还是能抓住机会的。吃吧。哟，杨雪，我说怎么约你吃饭，怎么没空？原来是在这儿陪别人呢。这位是哪位青年才俊呢？看起来面生得很。雪儿啊，不是我说你，交朋友也得上点档次。这人一看就是个穷酸鬼，靠女人上位的小白脸儿。这种人生的一副好面孔，最擅长的是摆阔气，骗小姑娘。你可千万别被他这花言巧语和这一顿饭给骗了，到时候人财两空，你哭都来不及。李总，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和谁吃饭是我的自由，请你离开。这位先生，你不请自来，还当着女士的面出口恶言，肆意诋毁，这就是你的教育？这最基本的东西，看来你都没有。你什么东西也配教育我？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在本市混不下去？我叫张琪，是岳涛贸易公司的老板，我公司就在旁边，随时恭候李公子你的指教。不过我看你这样子，除了会靠着家里的家业耀武扬威，你还会什么啊？还想让我混不下去？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啊！看来这顿饭是吃不成了，这噪音太大，影响胃口。咱们走吧。张琪，张琪，真对不起，今天这事儿都怪我，没想到李子昂会突然冒出来，还说那些难听的话。没事儿，跟你没关系，是他自己没有风度，没必要为这种人影响心情。话是这么说，但是今天也因为和我吃饭，才遇上了这种事儿。李子昂家是做生鲜贸易批发的，本身有点实力，平时就眼高于顶，总觉得谁都不如他。他这次估计记恨上你了，你可要小心点儿。没关系，我送你回去吧，你一个人也不安全。谢了。黄牛肉现在45一斤，7天后飙升至98元一斤。7天翻倍的涨幅！天哪，看来这又是一个好机会。齐哥，这个是上个月的利润报表，您过目。你先放这儿吧。我昨天不是让你联系本地和周边有实力的大型生鲜批发市场和肉联厂，以及有实力的肉类供货商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你整理的怎么样了？啊，已经联系好了。好，那就按照你的那个名单，尽快联系他们。咱们目标是精品黄牛肉，有多少要多少。你和我分头联系，尽快拟定收购合同，要快。行，我马上去办。好。喂，李经理啊，我是岳涛贸易的张启，我想问一下你们那边的精品黄牛肉库存紧张，一点都没有吗？好，打扰了。喂，王总，咱们之前合作过的，这次我们现款节量很大，不是质量问题，那是为什么？喂，七哥，邪门了！我打了7、8家，不是听说没货，就是支支吾吾的。还有，一听是咱们岳涛贸易，就直接挂电话，好像已经约好了。约好了？这看来有人不想要咱们好过。话是这么说，但是今天也因为和我吃饭，才遇上了这种事儿。
李子昂家是做生鲜贸易批发的，本身有点实力，平时就眼高于顶，总觉得谁都不如他。他这次估计记恨上你了，你可要小心点。文博，你出去打听一下，是不是李家那边放出话了？李家专做生鲜批发，本地势力还蛮大的。如果是他们放的话，那其他人不收我们的货也说得过去了。好，启哥，我现在就去。启哥，打听清楚了，确实是李家，他放话给所有跟他家有合作的供货商，谁要是敢卖1斤牛肉给咱们岳涛贸易，就是跟他李家作对，以后就别在李家再拿到任何货源，那些供货商也不敢得罪李家这地头蛇，所以果然是他，切断货源，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我就范。可惜啊，他算盘打错了。既然本地的路堵死了，那咱们就跳出他的地盘，李家的手再长也伸不到邻省去。七哥，你的意思是咱们去外省进货？对，邻省怀州市有几个大型的肉牛场，品质还不错。文博，你立刻带领车队敲定一下运输路线和时间，要确保能尽快的把鲜牛肉运回来。好，启哥，放心吧，交给我。要快，我们时间不多了。李少，你这招太绝了！刚跟几家供货商确认过，现在没人敢卖黄牛肉给岳涛贸易。张启那小子现在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不着货。急，这才刚开始。一个靠投机倒把起来的破公司，也敢跟我李家叫板，真以为自己有点臭钱就了不起啊？就是，他张启算个什么东西？这次就让他知道，在咱们市的生鲜圈，到底谁说了算。我就是要让他看看，赚钱的机会就在眼前，却拿不到货，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等他亏得底朝天，跪下来求我的时候，我再慢慢跟他算总账。李少，不好了，出大事了！慌什么慌？天塌下来了，慢慢讲。是张启他没在本地死磕。刚才我收到消息，他让杨文博带领着车队直奔邻省怀州市的肉牛养殖基地去了。听说那边有3个大型基地，库存充足，而且愿意跟岳涛合作，价格还比咱们低了2%。该死的蚂蚱，真能蹦跶！李少，怀州的养殖基地实力很强，要是让张启拿到货，咱们之前的封锁不就白费了？没费，不可能！他能拿到货，我就不能让他卖不出去吗？赵峰，李少，您吩咐。你现在立刻联系咱们市所有的超市、农贸市场，还有那些大型餐饮连锁，告诉他们，只要谁敢从张启那儿拿黄牛肉，不管多少，只要敢上架，以后别想从李氏集团拿到任何生鲜资源。是。李少英明。这样一来，张启前有货源封锁，后有销售端堵截，就算拿到货也没用，只能等着赔钱。我就是要让他亏本，还要让他在这个圈子里彻底混不下去。敢跟我斗，我玩死他！你联系一下我们之前合作的生鲜店、批发店和超市，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意向接收我们这批黄牛肉，价格呢可以比现在价格略低一点，要尽快出手。好的，启哥，这批货质量这么好，价格还优惠，他们肯定抢着要。我去问问。启哥，王总说他那边库存里还有很多牛肉，暂时不需要补货。张经理说他们换了供应商，刘总更直接，听说是咱们的牛肉，直接说不敢要。都不敢要，为什么？我打听过了，还是李家，他们早就得了消息，知道我们从外地拉的牛肉，提前就给本市相应的销售渠道打了招呼，说是谁要敢收我们的牛肉，就和他们断绝一切生鲜合作。那些超市、市场都怕得罪李家，所以货源上掐不断，就要在销售端堵死我们，这是铁了心要和咱们作对。启哥，那怎么办？50吨牛肉，那堆在冷库里，每天都是成本。要是3天卖不出去了，那就算后期涨价了，运不出去那也白搭。运到外地卖，时间上来不及，而且那长途运输，新鲜度也会下降，那价格也会受影响的。好，你先出去吧，让我想想。
你怎么来了？我听说你这边是不是遇到点麻烦？是关于牛肉销售的。你怎么知道？李子昂那个家伙已经在圈子里扬言，说几天之后让你跪着去求他。我猜肯定又是李子昂在耍什么手段。具体情况我查一下就知道了。他们现在是不是封了你的销售渠道？差不多吧，货源我已经解决了，但货要砸手里了，卖不出去了。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也是因我而起，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得罪李子昂。于公于私我都不能坐视不管。你有办法？我家超市虽然也受李家制约，不敢明着对抗，但我爸经营这么多年，在零售行业里还是有些人脉的。我知道本市还有不少中小型超市、社区生鲜和农贸市场，他们长期被李家压价、拖欠货款，早就怨声载道，只是苦于没有更好的货源和选择。敢怒不敢言，如果你信得过我，我愿意出面帮你牵线搭桥。只要你的牛肉品质好，价格又优惠，是一个可靠的合作商家，我相信他们会愿意试一试，摆脱李家的控制。那太好了，杨雪，你真的帮我大忙了。别客气，我也是看不惯李子昂的霸道行径。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联系他们，争取今天下午就安排一次见面。好。大家好啊，很高兴今天大家能过来。我是粤涛贸易老板张启，想必大致情况刚才杨小姐和大家说了。是这样啊，我手里呢有一批50吨的精品黄牛肉，品质都是一流的，都是近期刚采的鲜货。我也知道各位在担心什么，毕竟李家在本市那是树大根深。但是我想，各位一直被压制，长期被压价拖欠货款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吧？难道各位想一直这样下去吗？当然了，不是要各位立马和李家撕破脸，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多的选择嘛。接下来呢，我可以承诺，第一，这批黄牛肉我会以每斤50元的价格供给大家，起码比李家的供货价每斤低5元。第二呢，我们的货可以先供货后付款，这样可以缓解大家的资金压力。第三，未来我们粤涛贸易呢会长期稳定持续的提供生鲜货品，而且价格绝对会比同行低5%到10%，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我觉得只是事儿菜啊，还低5%到10%，再考虑考虑。你说的是挺好，可是我们大家也是害怕遭到李家的报复啊。大家好，我是杨氏超市的杨雪，张总的为人和能力，我可以担保，如果李家因此事为难各位，我们杨氏集团会与受到不公待遇的商家共享次要货源，共度难关。可以啊，10%呢，我觉得还行。干了！老子早就受够李家的气了。张总，我先订5吨。我也订3吨试试水。我们市场订10吨，以后蔬菜水果都从你这进。李总，小李总，我们之前囤的那30吨黄牛肉还是没人要啊。几家之前关系好的大超市也都从粤涛贸易那儿进了便宜货，现在说暂时不需要我们。那就降价，赶紧降价处理，60不55，赶紧给我卖出去。可是现在市场价都75，我们卖55也没人敢要啊。那些商家怕得罪我们，更怕得罪了粤涛贸易那些稳定的低价货源啊。而且我们的黄牛肉好像有点不新鲜。废物！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为了和别人争风吃醋，动用公司资源打压别人，结果呢，货砸到手里，资金链紧张，还得罪那么多下游客户。现在很多小超市和市场都公开转向粤涛贸易，我们李家的市场份额这个月跌了30%。爸，我也没想到。没想到？你除了会仗着家里的势力横行霸道，你还会做什么？滚回去给我好好反省！从明天开始，公司的事情不许你再插手，滚！七哥，好消息！之前和咱们合作的那10几个大老板又介绍好几个新客户过来，都想和咱们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咱们的生鲜供应链算是初步立住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次多亏了杨雪帮忙。是啊，杨小姐真是雪中送炭。
对了，启哥，这次咱们虽然赚了，但是呢，也暴露出来一个问题。运输虽然有我们自己的车队，但是最上游的货源还是容易被人卡脖子。这次是碰巧怀州那边有货，可是如果下一次……你说的对，供应链的安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看来是时候向上游延伸了，养殖基地、种植园，或者投资控股一些优质的生产源头。有能力提示，我可以精准判断哪些地方值得投资。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文博，你准备一下，咱们下一步的目标可能是投资属于自己的生产基地。